今天我们来聊聊让血糖飙升的10大元凶。很多人以为只要不吃甜食，不喝含糖饮料，血糖就不会高，但事实远非如此。有些看起来健康，吃起来不甜的常见食物，竟然比喝糖水还猛烈，暗藏让血糖爆表的危机。如果不想将来面临洗肾或截肢的悲剧，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揭开这些升糖炸弹的真面目，看完再决定下一口该不该吃。首先科普一下，为什么有些食物不甜，却会让血糖冲上云霄？关键在于升糖指数 GI。GI 代表食物让血糖上升的速度，数值越高，表示吃下肚后短时间内血糖飙升越快。高 GI 食物会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长期下来让胰脏疲惫，细胞对胰岛素反应迟钝，也就是胰岛素阻抗，最终导致糖尿病上升。糖尿病又被称作沉默的杀手，持续的高血糖会悄悄破坏肾脏、神经和血管。台湾将近一半的洗肾患者都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肾衰竭，不少糖友更因末梢神经坏死而面临截肢的风险。听起来很可怕吧？别怕，防患于未然的第一步就是找出生活中那些让血糖失控的地雷食物。现在就按血糖杀伤力从弱到强，盘点10大高血糖食物，看看平常是不是有哪几样被你不小心吃下肚了。第10名是伪无糖高淀粉食物。许多号称无糖的饼干、蛋糕、月饼，其实只是没加蔗糖，但用了大量精致面粉和淀粉来制造甜点的口感，热量一点也不低，升糖威力更是不容小觑。一块标榜无糖的月饼，碳水含量可能超过50公克，等同1碗半白饭的淀粉。你以为没加糖就安全了吗？事实上，白面粉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一点也不慢，血糖依然会直线上升。有些无糖面包也是陷阱，只是没添加额外糖分，但面粉本身就会转成葡萄糖，更别说不少无糖点心还加入大量油脂，提升口味，热量爆棚，长期下来对血糖和体重控制都非常不利。想控糖，千万别被无糖2字麻痹了。无糖不等于安心，看到包装上写着无糖，还是要检查营养标示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如果成分是面粉、淀粉做的大饼干，就算不甜，也要适可而止。糖友们若嘴馋，建议选择坚果或一小块高可可浓度的黑巧克力解馋，总比吃一堆假无糖点心来得稳当。记住，淀粉地雷往往披着无糖的外衣，别一不小心踩到了第10名的陷阱。第9名是各种甜点和零食，这一类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糖分炸弹，包含糖果、巧克力、饼干棒、冰淇淋、蛋糕等。一颗牛奶糖入口虽小，含糖却高，一小块牛奶巧克力就含有约20克糖分，一支甜筒冰淇淋更可能高达30克以上的糖，吃几口下来，相当于往血管里直接倒进大半杯的糖水。不仅如此，甜点常常油脂含量也不低，想想奶油蛋糕和酥皮点心，高油高糖混合作用对身体是双重打击，糖让血糖飙升，油延缓胃排空，导致摄入更多热量，长期还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一些标榜无糖的甜点同样不可掉以轻心，譬如无糖巧克力可能以代糖取代蔗糖，但里头往往添加更多可可脂或奶油来提高风味，脂肪热量爆表，吃多了一样不利代谢。而有的所谓无糖饼干其实是用木糖醇等代糖调味，结果一不小心多吃，可能引发腹泻等副作用。这类甜滋滋的诱惑人人难挡，但为了健康，还是得控制频率和分量。想解馋时，不妨少量品尝1-2口就好，细细品味，慢慢含化，延长满足感。或改吃一点低糖的水果，例如几颗莓果来替代。千万别抱着零食袋子无意识的一直吃，否则第9名的甜蜜陷阱会让你的血糖曲线像云霄飞车般忽高忽低，对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第8名是白面包、白馒头等精致面食。这类以精白面粉制成的主食，在我们日常饮食中非常常见。早餐来片吐司、馒头夹蛋，看似平凡不过，但你可能不知道，白吐司和白馒头里头几乎没有膳食纤维，淀粉极易消化吸收，提升血糖的速度一点也不输喝糖水。想象一下，你吃下一个热腾腾的白馒头，不到1小时，淀粉在体内转化的葡萄糖就蜂拥进入血液，血糖值嗖地往上冲。有人实测过，
一个约100克的白馒头，让血糖上升的能力相当于10颗方糖的威力。至于白吐司也好不到哪去， GI 值动辄在70以上，有些精致面包甚至被当作标准高 GI 食物 GI 等于100来比较。更坑的是，一些宣称全麦的面包其实名不副实，市面上很多号称全麦的面包只不过是在白面粉里添加了少许麦麸或焦糖色素，看起来颜色比较深而已，实际主成分还是精致面粉，血糖仍然飙得快。如果配料表第一项不是全麦粉，那就不是真正的全麦面包。对于高血糖人群，白面包、白馒头这类第8名的主食地雷，务必要注意控制摄取量，建议以 100% 全麦或添加杂粮的面包替代，或选择燕麦馒头、地瓜当部分主食，增加纤维，降低升糖速度。同时，即便换成糙米全麦，每餐主食的总量也不能放肆，多也要现在一个拳头大小的分量，才能确保饭后血糖稳定。不怕你吃，只怕你不注意分量。第7名是速食面、泡面，这可是许多人宵夜解馋的最爱，但对血糖而言却是暗藏危机。速食面之所以好吃，在于面体通常先油炸干燥处理过，口感酥香易煮，而且调味包咸香惹味。然而这样的加工制成，让面条本身的淀粉颗粒变得松脆易糊化，再加上很多人喜欢把面煮得软烂入味，结果就是血糖在不知不觉中飙高。肾脏科医师提醒过，泡面煮太久，面体过度糊化，升糖指数会直线上升，让血糖就像直接喝糖水一样快速上冲。相信你也有过这种经验，一碗泡面下肚，没过多久就觉得口干舌燥，浑身发热，那其实是血糖急速升高的信号。更何况很多人吃泡面图的就是方便，往往缺少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光吃精致淀粉更是雪上加霜，让血糖更难平稳。另外，速食面的调味料和油包含钠量极高，长期高盐高油的饮食会伤肾又伤心，加重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难怪有人戏称泡面是糖尿病之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泡面一口都不能碰，如果实在嘴馋，第7名这雷区也不是不能稍稍踏入。关键在吃的方法，首先煮泡面时时间控制在3分钟以内，面条煮到刚熟，保有 Q 弹，避免过烂。其次可以加颗蛋、一些豆腐或瘦肉和一大把青菜一起煮，提高蛋白质和纤维比例，让胃排空速度变慢，升糖反应趋缓。再次，调味包和油包不要全下，减少油脂和盐分摄取，汤也不要全喝，这样处理过的泡面相对不会让血糖冲得那么快，也减轻对肾脏的负担。总之，泡面不是不能吃，但务必要记住医生的警告，偶尔解解馋可以，别天天当正餐，而且千万别把面煮到烂成一锅粥，否则你的血糖会嗖的一路狂飙。第6名是油炸淀粉类食物，很多人以为不甜的东西对血糖就没威胁，但高油高淀粉的组合往往更可怕。典型的例子如早餐店的油条、炸甜甜圈，还有街头小吃的薯条、炸鸡排等等。油炸食物本身热量惊人，这里头的陷阱在于，油炸并不阻止升糖，反而可能助长糖尿病的风险。首先，像油条、麻花这类面团去炸的点心，制作时往往会加糖增加风味，炸好后外酥内软，一口咬下去满嘴香，可糖分和淀粉也一并下肚，血糖照样往上冲。而且油条常伴随含糖豆浆一起吃，更是双糖合璧。难怪有些人早上吃完油条豆浆，没多久就觉得昏昏欲睡，那是血糖在短时间内大起大落导致的疲倦。至于薯条、炸鸡这类不甜的油炸物，别以为就安全。薯条是高 GI 的马铃薯制成，本身淀粉就足，外层再附着一层油，热量密度爆表。炸鸡的面衣含有面粉和腌料中的糖分，进油锅一炸，酥脆好吃，但高脂高碳水。而高脂肪饮食的一大问题在于，它容易诱发胰岛素抵抗。想象一下，你的细胞长期浸泡在高脂肪、高糖的环境里，胰岛素仿佛被油腻腻的黏住了，开门让葡萄糖进入细胞的效率下降，久而久之，血糖就越积越高。这也是为什么有研究指出，爱吃油炸食物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
综合来说，第6名的油炸淀粉类真的要少碰。如果想控制血糖，又贪恋那口酥香，不妨改用烤的或气炸的方式替代油炸，或者选择蒸、煮、炖、凉拌等烹调方式。同时注意，如果实在想吃杂物，别空腹大量进食，餐前先吃点沙拉或喝碗清汤垫底，减缓血糖冲击。掌握这些原则，才能远离油炸食物对血糖的双重伤害。第5名是饼干、蛋糕、酥皮点心等糕饼类。许多人认为甜点和零食不是每天吃很多，应该不至于太大影响。然而，隐藏的血糖陷阱常常就在午后茶点和餐后甜点中。我们特别将糕饼类拉出来强调，因为它和前面第9名的纯糖类零食稍有不同。糕点类通常同时含有大量精致淀粉和精致糖以及高脂肪。举例来说，一片奶油蛋糕不但糖多，面粉更多，还抹了厚厚一层鲜奶油。酥皮点心如蛋挞、酥饼，面皮里全是奶油和白面粉的混合。曲奇饼干、凤梨酥这类则几乎是糖和油的结晶。一口糕点下去，等于同时吃进碳水和脂肪的热量炸弹。有些人可能觉得吃蛋糕点心时有喝无糖茶啊、咖啡啊，好像没有摄入额外糖分。但别忘了，面粉变成的葡萄糖不会比蔗糖少。而且糕饼类因为油脂丰富，口感酥松绵密，其实特别容易不知不觉吃过量。下午3点来块点心配咖啡，嘴巴一忙，几百大卡就这么进去了。更麻烦的是，高油高糖的组合使食物美味难挡，大脑的奖励机制被激发，可能几天不吃还觉得少了点什么，养成甜食瘾头。长期摄取下来，除了导致肥胖，高血糖更是如影随形。有研究指出，高糖饮食搭配高脂肪时，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会变差，这也是糕饼类对糖友极其不友善的原因之一。所以，爱吃糕点的人要特别当心分量，建议挑选分装包装的小分量饼干，或与家人朋友分享一块蛋糕，不要整块独吃。也可以尝试用坚果、水果等天然食材入菜或当点心，降低对高糖糕点的欲望。如果真的很想吃，那就挑在正餐后当甜点小尝几口，此时有其他食物垫底，血糖波动会稍和缓。不过话说回来，对已经血糖偏高的人，第5名的糕饼点心还是能免则免，毕竟他们对血糖的破坏力可是一点都不输前面那些排名哦。第4名是蜜饯、果干等浓缩糖分的水果制品。许多人认为水果干是天然的，比糖果健康。然而，干果的甜蜜陷阱在于，新鲜水果一旦脱水，体积大幅缩小，糖分却被浓缩保留下来，结果就是小小一把果干，含糖量可能媲美一大碗饭。以最常见的葡萄干为例，一小撮约30公克，葡萄干就含有将近20公克的糖，而且大多数市售葡萄干在制作时还额外添加糖浆，使得总含糖量往往高达7-8成。也就是说，抓一把葡萄干往嘴里送，等于吃下满满的果糖和葡萄糖混合物，血糖不飙才怪。其他蜜饯类如话梅、杏脯、芒果干，为了增甜防腐，通常经过反复熬煮，在糖浆中含糖量动辄6成以上。一些人觉得这类果干分量小，好像热量不多，但正因为干燥后体积变小，很容易一不注意就吃过头。比如看电视时连磕几包蜜饯梅子，酸酸甜甜很涮嘴，可转头一算，摄入的糖分可能比晚餐主食还高。另外，有的人会把红枣、枸杞当保健食品天天吃。虽然红枣富含铁和维生素，但别忘了红枣 GI 值高达82，属于高升糖食物，一天几颗无妨，但要是拿来当零嘴吃个不停，一样会让血糖居高不下。因此，将第4名颁给这些蜜饯果干类，一点也不冤枉。想要健康又解馋，建议优先选择新鲜水果代替果干，至少有水分和纤维帮助饱足。而如果真的很想吃果干蜜饯，请务必控制在少量品尝的程度，比如饭后当作饭后甜点吃，1-2颗梅子解腻即可，千万别整包拿着吃。毕竟任何天然的糖只要浓缩了、过量了，都会对健康造成不天然的伤害。第3名是含糖饮料，这一项大家可能早有耳闻，但它的危害程度还是常被低估。
所以绝对值得挤进前3名。含糖饮料包括我们熟悉的各种汽水、可乐、运动饮料、瓶装果汁，以及风靡年轻族群的手摇饮料、珍珠奶茶、果汁茶、奶盖茶等等。这些饮品有个共同特点，糖含量极高，且以液体形式存在。一罐典型的可乐约含糖35克，相当于7颗方糖；一杯500毫升的罐装果汁约含糖20到30克。就算标榜100%鲜榨不加糖，水果本身的果糖累积起来也不容小觑。最夸张的当属珍珠奶茶，一杯正常甜度的700毫升珍奶往往超过50克糖，等于刻下12颗方糖还多。更糟的是，液体的糖吸收快如闪电，相比吃进固体食物还需要消化，喝下甜饮料几乎不经分解，10分钟内糖分就开始冲击血液。你可能有过这种经验，口渴时咕噜噜灌下一瓶饮料，没多久既没有饱足感，反而越喝越想喝。这就是因为液体糖无法填饱肚子，只会迅速拉高血糖，刺激胰岛素猛增。胰岛素把血糖降下去后，你反而感到能量抢夺一空，于是大脑误以为需要摄入更多，让你更加口渴或嘴馋甜食，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胰岛负荷过重，导致机能衰退，更容易引发第2型糖尿病。此外，别以为无糖饮料就高枕无忧，零卡可乐、无糖绿茶这类虽然不直接含糖，但有研究指出，经常饮用代糖饮料可能干扰肠道菌相，甚至让人对甜味更加敏感又贪婪，间接影响血糖调节。所以第3名当之无愧给了这些甜滋滋的饮料。想要稳定血糖，最好的办法就是白开水为主，多喝水既解渴又不会升高血糖。如果觉得白水太单调，可以选择淡茶、黑咖啡或无糖气泡水解馋。总之，远离含糖饮料就是远离肥胖和高血糖的一大步。别让一杯杯看似无害的甜饮成为击垮健康的隐形杀手。第2名是白米粥等各种软烂粥品。或许你有点讶异，粥看起来清淡养胃，为何排行这么高？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白粥的升糖速度比白饭更快。中式饮食里，很多人喜欢早餐来碗热腾腾的白米粥，配点小菜，感觉很舒坦。然而，营养科医师提醒，粥煮得越烂，米粒的糊化程度越高，升糖速度就越猛。一碗平平无奇的白米粥 GI 值竟可高达90以上，远远超过白饭的83。也就是说，一碗稀稀的白粥进肚，不到1小时，血糖可能飙到比吃白饭还高的峰值。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胃想象成一个过滤器，白米饭毕竟还是颗粒，需要时间消化分解，而熬成粥后，米粒已经几乎散成葡萄糖小颗粒的糖水，一下肚直接穿透过胃，大量葡萄糖短时间涌入肠道吸收，血糖当然失控上扬。有位老糖友就曾分享经验，早餐若只喝一碗白粥，没搭配足够蛋白和纤维，他整个上午的血糖值曲线都在高空盘旋，降不下来。即使是一些号称养生的杂粮粥、南瓜粥、山药粥等，也可能存在同样问题。南瓜、山药本是健康食材，但它们富含淀粉，熬成软烂的粥后，释放出的糖分一样迅速，而且有时为了口感还会加糯米提粘稠度，升糖指数更是居高不下。所以第2名我们给了看似无害实则凶猛的粥类。如果血糖高又爱喝粥怎么办？医生建议还是尽量少喝白米粥，可用燕麦片、糙米、小米等与白米混搭煮，并且熬粥时不要煮得过烂，稍微带点米粒的口感最佳。同时，粥品一定要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比如来颗水煮蛋，配份蒸蛋羹，或喝杯无糖豆浆，并且加一份烫青菜或海带芽汤补充纤维。这样做能延缓肠道对糖分的吸收，不至于让血糖猛冲。如果没有搭配这些东西，就单独喝一大碗南瓜粥、红豆粥，那对糖友来说，简直像喝下一碗升糖汽油般危险。总之，白米粥虽暖胃，却是高血糖隐形杀手，千万别每天早餐都来一碗，否则长期下来，血糖容易居高不下，还不自知，把身体推向糖尿病的深渊。现在终于来到让血糖飙升第1名的食物，这个冠军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又绝对实至名归。
它就是每天餐桌上家家必吃的白米饭、白饭。没错，你没看错，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其实是亚洲人饮食中最主要的隐形糖分来源。很多人控制血糖只盯着甜食，却忽略了主食的重要性。事实上，主食才是血糖的主力军。白米在碾磨过程中去除了外层麸皮，只剩下富含淀粉的胚乳，几乎不含纤维。吃下一碗白饭后，体内酵素会快速将这些淀粉分解为葡萄糖，使血糖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一碗普通分量的白米饭约150公克， GI 值高达83，属于高 GI 食物，换算成升糖负荷 GL 也接近上限。如果是煮的软烂的香米饭、寿司饭，那就更糟了。米饭越软黏，代表淀粉糊化越完全，升糖速度越快。有实验显示，吃下一碗白饭，大约30到60分钟，血糖就冲上高峰，甚至可能高达饭前的2-3倍。难怪许多糖友纳闷，我明明米饭只多吃了半碗，怎么血糖就爆表了？就是因为白饭提供的碳水太集中，而且我们往往习惯一餐吃一大碗，不知不觉就超量。更要命的是，白饭常常配着各种菜一起吃，大家反而不觉得它甜或腻，更没有警觉心。一顿饭下肚，可能比喝2瓶可乐摄入的糖分还多。长期大量吃白饭，被国人戏称为米食上瘾症。它对血糖的破坏力在糖尿病患者中早有见证。很多第2型糖尿病患者并不是视甜如命的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反而是顿顿白饭不离手。因此，白米饭荣登本榜单第1名，真是不足为奇。那是不是说糖尿病患从此一口饭都不能吃了？当然没那么严苛，毕竟米饭在亚洲文化里举足轻重。我们要做的不是与白饭永别，而是聪明的吃。对于血糖偏高者，建议用糙米、胚芽米、燕麦、藜麦等全谷物来取代部分白米，或者在煮饭时加入红豆、绿豆、毛豆这类豆类一同蒸煮，增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如此一来，白饭不再那么纯净，升糖曲线也会舒缓平滑得多。即便只能吃白米，也可以通过控制分量来减少冲击。一般建议每餐主食的白饭量不要超过1个拳头大，小碗盛饭代替大海碗，吃慢一点，细嚼慢咽，同样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峰值。还有一招，就是把白饭放凉或隔夜再吃。放凉的白饭会产生部分抗性淀粉， GI 值略有下降，升糖速度也会稍减。例如日式醋饭寿司，因为米饭温度低且加了醋， GI 就比热饭低一些。当然，这些方法只是聊胜于无，更根本的还是总量控制和食材替换。总而言之，白饭虽好，可不要贪多。它虽然不像蛋糕、糖果那样甜得明显，但作为每天吃的主食，杀伤力可累积起来一点，不输甜饮。特别对糖友而言，白饭吃太多无异于慢性自杀。如果我们能适当远离这位升糖第1名的诱惑，改为多吃蔬菜和优质蛋白，适量健康全谷杂粮，那无疑是给自己的未来买一份健康保险。说完这10大高血糖食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伪无糖零食到白米饭，它们有的含糖惊人，有的转化超快，有的真假健康难辨。但不管路数怎样，最终都会让血糖像火箭般窜升，伤害我们的身体。也许你会想，难道从此就要忌口，什么都不能吃？其实不然，控糖的核心在于均衡与节制。知道了这些食物的威力，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减少摄取，调整吃法。例如，以全谷杂粮代替精致淀粉，用无糖茶水代替含糖饮料，甜点浅尝即止，多运动消耗等等。饮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需要用智慧去驾驭。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看清那些埋伏在餐桌上的高血糖陷阱，做到心中有数，嘴上留情。最后提醒大家，高血糖往往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可怕。别等到医生宣判必须洗肾或必须截肢的那一天才追悔莫及。现在就开始爱惜自己的身体吧，从拒绝让血糖暴冲的食物做起，调整生活习惯，我们完全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毕竟健康的日子才是甜的，而那些让血糖飙升的食物，短暂的甜蜜过后，留下的只有苦果。愿你我都远离血糖地雷，
守护住美好的人生。健康真的是无价之宝，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健康努力，加油！